找到你，运气会转到我这里。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。用直觉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叮当的神奇，就算是最平凡曾经都会有奇迹。谁在制造问题，用最无辜的表情，谁又在用假象牵引，镜头慢慢推移，我会让你现出原形。谁在背后回应，用最诡异的安静，谁又在不经意提醒，结局全都在我手里，无忧无心。你跟死者 James Tan 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要杀死他？你就要跟警方合作，是不是有人指使你这么做？陈志慧，蓄意谋杀、误杀，跟受人指使杀人，判的刑罚是不一样的。你再不为自己辩护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警方将会提告你蓄意谋杀。好，你不为你自己着想而已。你别忘了，你还有个妈妈。万一你被判死刑的话，你妈妈该怎么办？唉，这么多 case 要做死人咩？不想做啊？你去休息啊，让我来啊。说说而已也不行呢。哇，真不明白，为什么人类要自相残杀？什么案子？半年前的谋杀案，凶手陈志辉杀死 James Tan， 到现在还查不到原因。杀人一定有动机的。两人之间没有联系，陈志辉杀人之后没有逃走，警方查问时也不辩驳。医生证实他精神异常，所以被判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，同时服刑。这陈志辉啊，果然是疯了，无缘无故的杀人。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无缘无故的事的。哎，交给你，我上个厕所啊。哦。夏季怡小姐，你是否愿意接受傅大志先生为夫，并且在合法的婚姻地位上结为夫妻？我愿。我反对。这位先生，你是基于什么理由反对？因为因为他的婚纱有干立照。
反对无效。新郎，你现在可以吻你的新娘子。不要啊！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？你知道恋爱是什么吗？我跟大力志只不过约会了1次而已，都不知道会不会接受他。我真的很期待恋爱的感觉，因为恋爱的感觉一定是很甜蜜的，对不对？跟心爱的男人在一起，走到哪里都可以手牵手。吃饭的时候，我喂他，他喂我，很甜蜜哈。天气冷的时候，我还可以靠在他的怀里，一定很温暖的。啊，生日、圣诞节、情人节的时候，他一定会送花、送礼物给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情到浓时，我们还可以接吻呢。你说，第1次接吻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啊？我从来都没有接过吻，应该怎么做啊？哎呀，问你也是等于白问，因为你根本都没有接过吻啊！哈。在接吻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你的伴侣会分泌过多的口水，所以在接吻之前，请注意自己的口水是否分泌过多。但千万要注意，嘴唇不可以太过干燥，一定要保持一定的湿度，这样才可以增加性感的魅力。跟着，闭上眼睛，慢慢的抬起头，嘴唇微微的张开，等待对方激情的热吻。贝贝，你多久没有洗澡了？怎么这么臭啊？Good morning. Morning. 小猪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猪肠粉。谢谢你啊。哇，你们2个开始拍拖啦？我们才刚开始而已。哇，那么神秘。小猪，亏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连我也瞒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我们2个还没正式开始拍拖，现在只是试验期罢了，所以就没有向大家公布啊。啊，对了，这那，哎，你的下巴怎么了？踢无齿割到，不行吗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不小心就不小心，还需要理由吗？哦，对了，恭喜你啊，终于有人追你了。像我这么有魅力的人，有人追也不稀奇啊。是大力志心地好才接受你的。我有这么差吗？其实小猪有很多优点的。是吗？我看他从头到脚没有一点像女孩子的。还有啊，你有没有到过他家？他房间简直就是乱葬岗，就算有10个女佣也是清理不干净的。啊，你去过小猪的家？你去过几次？你们在那里做了些什么？你们，喂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们是男女朋友。我们现在是实验期，不是男女朋友。就算是情侣，难道我没有自己的隐私权吗？大力志，
其实我跟小柱已经……啊，你跟他？放心吧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哪里会喜欢他？喂，是，知道了。战队，把陈志辉的档案拿出来。 Yes sir。 Sir， 为什么突然要查这个档案？阿竹刚打电话过来，说陈志辉昨天早上上吊自杀，要我们更新档案的资料。陈志辉涉嫌谋杀 James Tan， 医生证实他的精神异常，所以被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，同时服刑。一定是畏罪自杀。根据报告，他被抓的时候就已经认罪了。我知道了，Sir，他一定是醒悟，知道自己犯了错，想以死来补偿。也有可能他在精神病院里被其他病人欺负，受不了压力自杀。啊，不要猜测了，要知道的话就去查吧。小姐，你是2月出生的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恭喜你，你的真命天子已经出现了。真的？安哥，准不准的？你的真命天子啊，是个了不起的人。那你这回有多了不起？哎，安哥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比如他长得什么样，姓什么的？怎么样？哎，他是一个男的。贵叔，你怎么会到处乱跑了？吃药时间到了，对不起啊，打扰了。来，我们回房。哎，小姐，你是2月出生的吗？恭喜你，你的真命天子已经出现了。我还以为是真的。你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小姐，你好，我们是警察，想请问你一些关于陈志辉的问题。啊，请坐。你们想知道些什么？请问你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尸体的？昨天早上护士送药进他的房间的时候，发现他用裤子在自己的房间上吊。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根据你们的观察，陈志辉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他的人很文静，也很有礼貌，从来没有给我们制造任何麻烦。那他的病从来都没有发作过吗？没有，一直以来他都显得很正常。医生还说他的病情已经逐渐康复了。他自杀前的几天有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举动？没有，他和往常一样，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。哦，对了，他自杀以前打了一通电话出去。他是打给谁呀？我不太清楚。他有留下遗书吗？没有。那通常有谁来探访他吗？他在这里住了大半年，除了他母亲都没有人来看他。不过前天倒有一个人来看他。是谁？一个叫 Ken Leong 的男人。那有没有他的资料？那这是 Ken Leong 当时所登记的资料，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。谢谢你。喂？什么？绑架？是啊，我信你们才怪！报纸每天都在报道，你们假装绑架了孩子，然后勒索。你以为我这么笨啊？不要以为我是安迪就容易骗。喂，你为什么不问清楚？万一是真的怎么办？放心啦，现在很多人喜欢用这招骗钱，我才没有这么笨上当。再说我的女儿很聪明的，怎么会被绑架？哎，你女儿？对啊。可是女孩子不是叫阿 boy 吗？对啊，我的女儿叫阿 boy。我刚领养她的时候，她跟男孩子一样顽皮，整天爬高爬低，所以我就叫她阿 boy 咯。哦。智慧自杀了？没错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怎么了？我对这股味道很敏感。请问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买来摆设的艺术品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根据精神病院的记录，陈志辉住院这半年来，你都没有去探访过他，为什么前天突然去看他？我跟志辉以前是同事，我最近刚好放假，所以就去探望他。没想到，这个竟然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。当时他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？没有，他还是跟以往一样安静，不怎么爱说话。那你跟他见面的时候，他有跟你说什么吗？我们也没说什么，只是问起彼此的近况。不过，他倒是跟我提到，叫我有空的时候去探望他的妈妈。
好好的一个律师，大好的前途，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啊？安迪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吧。警官，阿威为什么会自杀？怎么会这样的？我们还在调查中。最近我得了关节炎，走路不方便，整个月都没有去看他。怎么知道他突然就这样死了？不好意思，你知道你的儿子为什么要杀死 James 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每次问他，他都不肯说，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陈志辉在自杀前曾经打过一通电话，我们向电话公司查询，那通电话是打给你的。他在电话里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他留了一笔钱给我，叫我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这样听起来好像是遗言。当他跟你说这番话的时候，难道你会觉得奇怪吗？我每次看他，他都叫我好好照顾自己，所以我没有怀疑什么。你儿子留给你多少钱？20万，这些钱我宁可不要，我只要智慧活过来啊！问了这么多人，还是没有头绪，看来疯子做事果然是没有原因的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是不可能无缘无故自杀的，只不过我们暂时查不到线索罢了。我们问了 Ken 和智慧的母亲，都没有问出什么疑点，要怎么查下去？啊，英国著名侦探家科夫说过，眼睛那是看不到疑点的，必须靠感觉。那你说，现在我们应该从哪里下手？不如我们就回归原点，重新调查陈志辉杀死 James 的动机，说不定啊就可以找到线索了呢。啊，如果查得到，阿祖早就破案了。Hello， 八婆，我们真的绑架了你的女儿。又是你们啊！如果你要你女儿的命，命你的头！你是不是吃饱饭没事做？想骗钱就有点创意好不好？绑架这招已经行不通啦！喂，会不会真的是绑架？不可能的啦！如果单纯是想骗钱，那干嘛一直打电话来？你还是打给阿伯看看吧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阿伯每天放学回家就会打电话给我的。那这个时候也应该放学了吧？哇，这么迟了，阿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打电话给我？哎，你是谁？废话，当然是绑匪了。你的女儿在我们的手上，想要她活着回去，就拿50万来赎她吧。要死啊！警察的孩子你也敢绑架？警察 ？Hello？ 糟了，阿伯真的是被绑架了。我要回家，我肚子很饿，我要回家，我肚子很饿，我要。安静！喂，他妈的说他是警察，胆小鬼，他说你就相信。喂，你妈的是警察？是啊。我问过驾校车的安哥，他说你们下车以后，你是跟阿伯一起走的。后来阿伯去了哪里？阿伯本来要来我家玩的，可是后来他说要先回家拿东西，我们就分开了。小妹妹，那你还记得当时有没有看到不认识的人跟在你们后面啊？我看到2个叔叔，其中一个叔叔正吃着榴莲。那你认得他们的样子吗？警官，在2点钟的时候，我接到一通勒索电话，那个人说绑架了我的女儿，要我给50万，但是我女儿已经回家了，我以为是恶作剧，所以没有去理她。糟了，他们读同一间小学，又坐同一辆校车，又在同一个地方下车，可能是绑架错人了。怎么办？阿伯会不会有危险？你先不要紧张，我马上通知阿柱啊。阿伯才9岁，从来没有单独在外面
边过夜。还没有我在身边，晚上是睡不着的。糟了，刚才我一直骂那些绑匪，万一绑匪把气发在阿伯身上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他们要的是钱，不会伤害阿伯的。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打来？阿伯一定出事了。爹，你镇定一点，阿伯不会有事的。小弟，绑匪打电话来的时候，你跟他说了什么？起初我以为是一个骗局，所以骂他们笨，用这招来骗钱。后来他们又再打来，我说警察的孩子也敢绑架，之后他们就不打来了。可能他们发现绑错警察的孩子，所以不敢再联络你了。糟了，他们会不会一不做二不休，把阿伯给……喂，小弟，你不要听大力士胡说八道，阿伯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啊！我已经通知各单位加紧追查阿伯的下落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的。我已经安装了窃听器，只等绑匪打电话来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休息，这里我们就可以了。啊，好，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们。没问题。走。我送你们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跟小猪还有约会。是啊，我都忘了，我们要去看电影的。不过我现在一点心情也没有啊。担心也没有用，阿朱说一有消息就通知我们的。那好吧，走，我们去看电影了。拜拜。You say you lost your way, then left bewildered. 你不是很厉害的妹，整天以为自己是万人迷，结果呢，小猪还不喜欢上我。Member， No。17.9块，少一毛。施主啊，妒忌啊，羡慕啊！我看你这一辈子注定是没有女朋友。Member 是吗 ？No。喂，爸。我现在忙着唱卡拉 OK， 没空接听电话。有什么事情，请在 B 之后留下口讯。喂，季青啊，要不要说他2杯啊？哎 ，brother， 对不起啊，不行啊，我要陪你妹妹看 DVD。好啦，就这样啦。你没有话要跟我说啊？你觉得刚才那部电影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我也觉得还不错。阿伯不知道怎么样了哈。阿朱还没有通知我们，也就是说绑匪还没有打电话来了哈。哦。你真的没有话要跟我说啦？我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。那你有没有想要做的事情啊？做什么？我们在尝试帕托，是不是应该做情侣应该做的事啊？那我可以搭你的肩膀吗？嗯。
点感觉都没有的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啊？说什么？哦，没有。哎，我可以抱你吗？当然可以啦。还是没有感觉。惨了，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怎么了？不如你抱我，然后旋转。哦。我有大癌症。放我下来。好。哎呦，啊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我转得太快，还是转得不够好？我可以改进的，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啊！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等我知道了再告诉你啊。哎，小猪，小猪！真的有感觉。我有我冰凉的神奇，这城市最平凡，曾经都会有奇迹。不要乱跳！你昨晚什么？昨晚你来我家，你做梦啊！我什么时候去过你家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我没有去过你家，也没有抱过你。是啊，我是去过你家，我是抱过你，那又怎么样？小猪，原来你和我分手就是为了他。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啊！Sir，你明明知道我和小猪在一起，为什么还跟我讲？你神经病啊！我只是跟你争小猪。如果不是你，小猪怎么会跟我分手？他去你家做什么？抱你做什么？大律师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不是答应过你会改善转圈圈的技巧吗？为什么你不给我这个机会？我知道了，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我喜欢你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当然喜欢你。可是我并不爱你。喜欢不就是爱？爱不就是喜欢吗？喜欢跟爱不一样，爱是要讲求那个 feel 的。啊，没错，我对你就是没有那个 feel。你们一鼻孔就气。我看我还是让你们自己谈吧，这不关我的事。小猪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昨晚你抱我的时候，我没有心跳加速的感觉。可是我有。可是我没有。我有啊！哎呀，你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啊？当初如果你对我没有感觉，为什么还要和我拍拖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不知道跟你合不合得来，只是尝试跟你拍拖，我并没有答应要做你的女朋友啊。你
欺骗我的感情，你抢走我的女朋友。为什么只给我留下一次美好的回忆，就跟我分手？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？为什么？干嘛一直跟着我啊？不要再跟着我了！糟了，要撞到了会很痛的。小心啊！小妹妹，以后不要在这里玩，很危险的。知道了，姐姐。谢谢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吧？为什么一直跟着我？我叔叔不见了。你叔叔不见了？我叔叔叫我在一家店外等他，然后我一时贪玩走丢了。你是李克？不是。那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会迷路？不知道。你带我去找叔叔好不好？好吧。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。我叫小云。我叫傅大志，你有没有叔叔的电话号码呢？那你跟叔叔刚才是在哪里失散的？哇，好饱啊！从来没吃过这么多东西。我不开心的时候呢，就拼命吃东西，吃了就觉得好多了。你不开心吗？是你不开心啊，我才陪你吃这么多东西的。吃了这么多，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容易开心就好了。为什么不能？这些东西这么好吃，吃了会不开心吗？也对，叉烧包这么好吃，吃了怎么会不开心呢？你刚才为什么哭啊？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。你很喜欢你的女朋友啊？嗯。虽然跟她认识不到半年，但她的开朗，她的活泼，深深的吸引着我。为了她，我还把跟了我20多年的黑痣点掉。可是，我只跟她约会过2次，牵过她的手2次，搭过她的肩1次，抱了她2次而已，她就跟我说对我没有感觉，要和我分手。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我也不明白。你说，我是不是很傻，为了一个女孩子哭？怎么会呢？开心的时候就笑，不开心的时候就哭，怎么会傻啊？谢谢你。为什么要谢谢我啊？谢谢你听我发牢骚啊，我现在好多了。我要谢谢你请我吃这么多好吃的东西。那你还想吃什么吗？我饱了。我送你回家，你住哪里？不知道。不会吧，连住哪里都不知道？我叔叔说，如果迷路了，拿这张卡片问人啊，他们就会送我回去了。那就简单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送我回家的。你就住在这里？
这里是商业区，你确定你住在这里？应该是吧。奇怪，地址是没错啊。白银先生，我们到处找了，都找不到白银童女。再去找找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。叔叔，小云，你跑到哪去了？不是说好在店外面等我的吗？你知不知道叔叔多担心你啊？对不起啊，叔叔。这位是？我是傅大志。是大志带我回来的。你好，我是薛友仁。谢谢你送小云回来。不用客气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快去准备吧。大志可以一起来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一个聚会快开始了，如果你有空，不妨来参加吧。走啊，大志一起去嘛！走啊，走啊。那好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傅先生，我们失陪了。大志，等一下见喽。拜拜。走吧。今天有谁要请示白云童女？白云先生，你好，我是 Lin 介绍来的。Jane 是吗？咦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的顾客星期三邀请我坐船去民乐岛游玩，顺便谈生意。可是我命中忌水，我想请示白云童女，我是否可以出海？白云童女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海，风好大，好大的浪。我听到有人在叫喊。那是什么意思？白云童女似乎预知到你们这一次出海可能会发生意外，这是童女所看到的。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样？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小小意思。哎，你误会了。我们帮助人，从不要求什么回报。还有谁要请示白云童女的？白云童女，我公司想要派我去美国公干，请问我可以去吗？傅先生，真的谢谢你今天的帮忙，不然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小云了。不用客气，白云先生，小云真的有意志能力。是的，这是上天赐给她一种天赋。那白云团成立了多久啊？差不多1年多了。你怎么会想成立白云团呢？我们创建白云团的宗旨，是希望能借助小云这种特殊的天赋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你不要误会，我们不是邪教组织，我们也不崇拜任何的一个神明，这里只是一个让人进修的地方。大志，你有问题要问我吗？我可以帮你哦。是啊，如果你想问什么，尽管提出来吧，说不定小云能帮到你。其实我喜欢一个女孩子，我想问，我跟她有没有可能在一起？嗯。大志，你不要难过，不要哭。你明白小云的意思吗？我知道，我跟她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如果不放手的话，将来一定会很难过的，对吗？没关系，长痛不如短痛。
我会学习放手的，谢谢你。你是个好人，一定会有幸福的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，我们很快会再见喽。拜拜。那咦，我不要，我要 I know flavor 的。spicy flavor 不可以咩？我不喜欢 spicy flavor 的。那你早不讲，你害我买了那么多包 spicy flavor 的，你要吃就吃，不要吃就算。那，不要。哎，笨蛋，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？我们是绑匪，不是佣人。你知道我们这些人花多少钱养他吗？那你自己打电话啦。怎么打？他妈妈是警察，打电话勒索不是跟报警一样？哎，干脆放掉，没有用啊，留住没有用。哎，便宜你了，待会我们放了你，你自己去找妈咪啊。谢谢你，榴莲叔叔。为什么叫我榴莲叔叔啊？因为你喜欢吃榴莲吗？那天你带我走的时候，我看到你吃榴莲。你怎么知道是我啊？因为你抓我的时候，我有闻到榴莲味。你每天都吃榴莲啊，难怪你身上有这么重的榴莲味。干嘛啦，笨蛋！谁叫你吃这么多榴莲啊？一身的榴莲味，他回去跟妈妈说，就有人抓到你了啦。会咩？我只是吃榴莲而已。笨蛋！我们绑架了警察的女儿，现在整个警队在找我们，只要留下一点线索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哎，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啊？什么？你们发现一具小女孩的尸体？别生气，我会找到你。运气会转到我这里，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，用直觉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叮当的神奇。就算是最平凡，曾经懂。